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用聆听我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1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前立委李顺峰。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珍老师。燕莹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要首要先带您来看到的是，昨天他过生日，但是呢有点稀微呀。这个是韩国现任，不对。停职当中的总统，叫做尹锡悦。尹锡悦64岁生日，民众帮他办了一个礼物大赛，但我觉得很酸呐，因为送他什么？送他手铐，还有送这个。我一开始的时候看不太懂，后来才知道，尹锡悦说自己曾经被他爸用那个橡胶管打过，所以呢送他一个橡胶管。现在在家里没有庆生因为他必须要等候的是弹劾案的开审，还有刑事调查。那之后是什么？之后后续弹劾过了之后，当然就重选总统了。大家一直在讲，目前民调最高的人是谁？目前民调最高的是李在明。可是说呢，风向突然转变了，原因是因为呢，现在有3个人突然跳出来。这3个人是谁？3个人包含了在文在寅担任总统的时候的一个国务总理。还有呢，京畿道的知事以及庆尚道的知事，这里面呢又属这一位金东延2位知事都写定为艺术的，还有一个金庆珠，说是文在寅的心腹。因为呢，当时尹锡悦刚宣布完戒严，同时呢，隔天本来在韩国的这一位金庆珠马上就回来了。大家就讲这个企图心不言而喻。好，为什么会说李在明现在的状况很不明？原因是因为他现在身上其实有5件官司，有12项罪名。那在南韩呢，他们的规定是这样子：如果说呢你的罚金超过100万韩元的话，那你就会被褫夺公权，就不能选了。所以呢，他选的几率有还是没有？现在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存在的变数。那个变数是什么？是其实对于李在明来说呢，他基本上是认为美中要等距，跟日本关系没那么好。那会不会这样子，在美国上面来说，这里就会让他觉得可以运用一些压力或者是一些势力呢？因为呢，尹锡悦以往是怎么挺美的？以往是美国人告诉他说跟日本好一点的时候，他说我不接受拿100年前的事要日本下跪。尹锡悦说的，当时讲了这句话，整个韩国举国哗然，说我们被统治的过程当中，日本犯下一连串的暴行，这些你都说没关系。那个时候李在明就批得很凶啊。好，另一个部分是什么？是当时有潜力可循嘛？现在呢，大家都在讲当时的这个朴槿惠呢，那个时候被迫下台，四面楚歌，会不会也是因为后来的立场变成了比较亲中、比较反日，所以呢，里面有所谓的外部势力的介入呢？可是对于美国来说，对于韩国来说，两边韩美近年来的关系确实就是非常紧密的。韩国外长现在讲法是说呢，戒严影响了跟美国的互动，所以呢，他们要赶紧跟川普团队建立比他国还要更紧密的一些管道，希望呢双方的这个政治层面不要完全的被削弱，而民间自己会动起来，因为现在也被发现了，川普的这个儿子小川普呢，其实这1-2个月来，很常跟新世界集团的会长，就这个郑荣正，这个在韩国也是一个名人哈，因为呢财阀的儿子嘛，对不对？说很常两边一起在见面，所以呢，甚至还有可能去受邀出席川普的就职典礼，你就知道大家开始在自己找饭吃了。那尹锡悦呢？尹锡悦现在除了在家里面有点落寞之外，可能也要寻求一些心灵上的平静，跟信仰有关系。因为过往呢就讲他们其实蛮迷信巫术的，甚至呢他们2个人以前的国师还曾经因为收政治现金而被捕。那这2个人呢，他们的国师还蛮多的。过往媒体有报的，我们就讲韩国媒体有报的，包括什么？包括说要在手心写王啦，就职的时候要搬桃树啦，就有非常非常多。因为以前当过韩国总统就住金华台之后，好像很多人觉得下场不好，所以呢，在尹锡悦要进去之前呢，就有很多要逃离青瓦台的魔咒这样子的一些方式。那这些手法呢，韩国媒体有报道过。后来呢，甚至这一位渐进法师说呢，因为在选举的期间帮助他当选，所以后来呢，他也是要有被调查。天宫大师说是尹锡悦的导师金建熙那个时候牵线的，甚至呢还是他当时要尹锡悦辞总长来参选总统的。金建熙为什么会跟这些法师很熟？是因为金建熙觉得自己还
蛮有灵性的，所以呢，他觉得说跟这些人交流，他很有共同的共频啦，甚至他还会帮记者看面相啊、看手相啊等等等。但是如果跟他不合的法师，好，比如说曾经撮合他跟尹锡悦这个无情大师，后来呢跟尹锡悦讲说，你小心哦，你以后啊，如果说当上总统之后，你其实会步上文在寅的后尘，调料不水亏，跟他心里面想的不太一样，他就跟他断绝往来了。但是我们都说了，这一些可能啦，跟信仰有关系，跟他的心灵上面有关系，但是真正的犯罪，所有的事证还是要回归到法律层面，回归到证据层面。我要请教一下亮哥，你怎么样来看尹锡悦现在呢？他其实就是一个待审的停职的总统，64岁生日收到了礼物，也很讽刺。我这个舆论就是想要引导那个宪法法庭的审判嘛，因为宪法法庭现在只有6个人啊，那必须要全票通过。那现在抽签主审是一个中间偏保守的法官，那刚好就是尹锡悦任命的。是，那我们不要低估尹锡悦的实力啦，因为他是总检察长出身啊，应该有他自己的人马。我当然啦，司法界。检察官、法官都是法律系毕业的啊！你看他的用人，国防部长就他高中同学，你怎么知道司法界不是这样？所以舆论知道，所以就要去，就是他以前那些光怪陆离、荒诞不经的奇奇怪怪的八卦就会被翻出来了。当年那个朴槿惠也是这样啊。对。就是严重到大家实在是受不了，那宪法法庭就迅速通过啊。那可是尹锡悦这次就是有一点点侥幸的空间了，他只要1票反对，大家就都逃过去了，可是我认为如果真的发生这种结果啊，那韩国一定会发生极大的动乱，因为你要知道他是涉嫌内乱罪，人家那个朴槿惠那个了不起，只是这个什么闺蜜们啊。然后还有一个叫卢武铉嘛，卢武铉是涉嫌贪污，那卢武铉法庭就没过，他国会也通过弹劾，可是法院没过，是，所以我认为以韩国目前的整体舆论啊，尹锡悦要逃过宪法法庭真的难度蛮高的啦，所以几率不高，5%啦，就我们赌一个不怕死的法官投反对票这样啊，5%，那恐怕就是问题大了。那可是大家都知道李在明的问题，因为他4月改选，那个时候官司就一直缠着啊。对。那他有2个案，可能都有刑责啊，其中有一个一审就对他不利。那基本上韩国是规定的，你只要有刑事的前科，10年内不得参选总统。所以我认为。这个共同劳动党就广义的左翼了啊，他们当然不能冒这个风险啊，所以就开始找人嘛啊。那目前保守派这一边韩东勋辞职啊，然后那个姓曹的也不行，是，所以他们当然也要找人啊。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就是个别找人出来选总统，然后来进行对决了啊。那可是。我觉得在政坛的影响力就远不及尹锡悦跟李在明，当然，所以韩国未来因为这个是冲突，只要宪法法庭通过之后60天内就要改选啊，所以基本上这些人的群众基础都没有那么强了啊，所以我认为那个国会的领导人还是会有相当的权力，所以韩国接下来当然就是一个比较美国跟日本比较难以掌握的状况了。因为目前看起来，那个尹锡悦所属的保守派，因为他正当性严重受损嘛，所以基本上大家还是认为这个进步派那边会赢啊。那如果他们当选，那我估计基本上会跟中国和解啊。那美国当然就不高兴啊。那美国跟韩国的安保2.0才刚起步1年呢，那个尹锡悦刚唱完 American Pie 不是吗？1年，那自己就下台了，对不对？我觉得尹锡悦那个算命显然学得不够专精啊。因为我有稍微去研究这个，不能只算你自己的，
你要算你跟你老婆对在一起的，还有你跟你对手配在一起的，这样算才是完整的。政治算命啊，政治算命不能只算你自己的。是哦，因为你可能碰到更强的命啊。对手比你还更强啊。所以你一定要把对手弄进来，一起算。然后还有你老婆是不是你的克星啊？看起来好像是。这个我们就比较没有经验啦哈。但请教一下盛峰老师会怎么看？这样子，我本来很想接你的八卦。因为对韩国的资讯我们是来的片片段段，是。那也因为我觉得韩国对中日韩对整个东北亚现在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所以我最近呢花了一点时间，那因为现在 Google 很方便啊，这个翻译也很方便，都看了一些韩方的资料，我就发现这有一个特点，各位没有注意，这一次即使弹劾案过了，这一个国民力量党没有人出来道歉的，没有整个党出来道歉的，没有，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这个这么大的一个事啊，然后呢，不但是没有啊，我们看李在明呢会不会过？在我们看起来好像李在明有一点声望的样子，可是从整个的韩国可以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资讯来看，不见得不见得是社会对这些人厌烦透了，尤其这一次啊，扮演重要的推动的角色的年轻人呢，对这些人是非常非常的厌烦的。那李在明的问题不在于啊，他现在能不能选，事实上也不在于美国的态度怎么样，因为到了1月20号，美国要换人了嘛，所以要不要选举美国的态度，那也要是川普的态度，已经不再是拜登的一个态度了。所以呢，尹锡悦不是李在明，假如想在历史里面留下一点自己的好声名啊，可能当 kingmaker 可能比当 king 还来得好。他今天要是 kingmaker 的话，那他的能量是绝对够的。是，那他要当 king 的话，那可能会很惨。那假若不幸这一次的尹锡悦没有被弹劾下来啊，就是宪法法庭没有过的话，那保证韩国进入到难以收拾的动乱当中。因为整个的社会里面，这觉得莫名其妙，怎么搞成这个样子？而且所有的事情越来呢是越多的。那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我这一次刚刚主持人提到，但是台湾很少人谈到南北韩的日本情节差别在哪里？为什么南北韩的主流力量都是反日？因为南韩是被逼非反不可，北韩基本上政权是建立在反日的基础上。你可以看到北韩基本上就是北韩共产党，虽然他现在已经改名了啊，是劳动党。那你说这个呢？他最一开始基本上是共产党成立的政权，而这个政权就在于建立在抗日，那么以及呢在东北啊也是抗联抗日的基础上，所以他这个政权本身的抗日是属于他之所以韩国追求独立最重要的精神，就来自于要反对美国的这个日本的这一个殖民统治，这是他整个立国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常常讲主体思想总的是什么？北韩的主体是从这里延伸出来的。那南韩呢？因为38度线的关系，这边是美国的势力嘛，所以当时进来的在南韩里面接掌政权的人，要么就是日据时代的韩国的官僚。日本下的官僚，还有呢，就是参加日军的韩国军官，这个是构成的他们。那这些人呢，面对于北韩高举的这样一个民族主义的一个旗号的时候，他必须要强烈的表示，我当时之所以在日本的底下当官当军人，是我不得已的选择。所以我必须要强烈的一个反日，这是所以反日啊，是整个的韩国的民族上很重要的一个韩国独立重要的一个精神所在啊。那尹锡悦之所以会形成这么大的一个冲击，平常心讲，就是他把这一个韩国独立的一个最重要的精神把它给打破了。所以他为什么？中国人演呢独立啊，这个里面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是，请教一下苑老师。这个韩国的情况跟韩剧是越来越像的了，就是说是高潮迭起啊，很多是让人想不到的一个结果。
不过我觉得的话呢，这里面最重要的，因为我记得我坐在这边的时候，我们李委员讲过，韩国这个国家其实讲起来蛮悲哀的，就是他们实际上夹在美中两个大国当中，它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选择的空间了啊。那么现在的话呢，就说这个空间的话呢，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辩证的关系，就是因为你没有太大的选择关系的话呢，尹锡悦做出来的话呢，亲美亲日的结果。就会认为他的对手就是亲朝亲中，那么就会有这种结果。那么现在尹锡悦他基本上的立场之所以觉得自己完全是在治理的话呢，就是因为他的对手基本上就是亲中亲朝，那么亲朝呢本身来讲还比较麻烦一点，因为朝鲜都没讲话。但是李在明原来的时候呢，就已经表现出他对于中国的了解，就不要忘了这个朴槿惠，他曾经在文化大学读过书啊。所以说这个其实他们并不见得会亲中，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个陷阱呢不能踩。可是呢，这个媒体塑造的过程呢，就会把他们往这方面推，就会说是这个朴槿惠啦，本身的话亲中的话呢，美国的反中，所以说美国不喜欢朴槿惠。然后那个尹锡悦的话呢，人也就是说唱的 American Pie 的时候呢，他是比较明显的亲美亲日的这个结果呢，他犯了韩国的大忌。所以我觉得韩国的年轻人感觉到说是政治人物都不能相信了，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在韩国的话，在首尔那边抗议的基本上普遍年轻了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好像是在开演唱会一样。那么这个里头的话呢，就是因为他们本来没有那么明显的亲美跟亲中，现在被讲成亲美亲中以后，那这个李在明的情况的话呢，原来他苦心经营的，你记得那个3号那一天的时候，他在直播的那个过程中显现出那种英雄气概，好像快当选。我记得那个《华尔街日报》第二天就讲说他有可能是当下一任的总统。可是他本身的话呢，却是因为这个亲中的一个关系的话呢，大家就开始要搞他。那我觉得韩国本身的政治的话呢，媒体扮演的角色放出来的消息非常多，就是说是有关于这个像迷信巫术的这个说法。我是不晓得这个亮兄怎么已经好像还专门研究政治迷信或者说政治系这个算命雷根夫人都看水晶球。对了，你听我讲，我就觉得我听说了政治人物对这个东西好像不信也得信。那么其实我要讲一下，我想过这个问题，我没研究过，但我想过问题，因为那个政治人物发觉移民2运3风水他对于那个运势他特别在意，因为有的时候政治当中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起来这个旁边这2位都是当过立法委员的，他们都会觉得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就我何德何能当上？因为这个立法委员的概念是属于取代上帝，在民主时代当中，取代上帝才是人民代表嘛。如果你有读这个卢梭的这个契约论的话、民约论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概念。所以你有时候会觉得说，我今天有这个身世，那到什么时候就没有这个身世？这个就叫做运势。这个运势的话，就是看你有没有冲到什么，有没有违背什么。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话呢，所以我要讲的这个主要的意思是因为我不信所以我觉得说他们也有可能尹在就是这个尹锡悦会这个跟李在明他们可能都有迟早都会露出来这方面的消息。好，但是呢，其实大家。当然了百姓之间看这一些，就是把它当一个茶余饭后的话题。但是呢，有一些大事、认真的事，还是得重点来看。来看看呢，在美国现在哪一件事情他们觉得非常重要？国安问题。因为呢，其实啦，我们就必须要讲这个中国的路由器，先前呢，基本上在通信、电信这一方面的设备呢，他们已经先进了一波，现在寥寥可数。结果呢，就说了这个路由器现在最快明年也要开始禁售。为什么？同样4个字，国家安全。好，他们的讲法就是说呢，这个东西呢，先来说，虽然说现在在美国市场上面占比65%，然后跟全美300多家的网络业者有合作，因为它 CP 值高嘛，所以在美国呢，会有数百万的家庭是使用这一款 TP-Link 他们的路由器。但是，因为他们担心这个路由器会不会什么资料回传等等透露这个资等等有疑虑，那就必须呢最快2025他们考虑要把它禁售下来。首先 NASA 有用，五角大厦有用，缉毒局也有用。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些通通不能用。如果成真，2025明年真的把它给禁了的话，那就是华为之后再一次的最大规模的中国电信设备撤出美国市场。美国呢，现在虽然还没有真的换川普，还在拜登任内，但是呢，他们的
反中或者是制中的动作一直都没有停歇下来。在过往呢，也曾经把很多中国的晶片企业，把它认为是所谓美国的黑名单，因为他们认为它有协助这个中方的军业，所以呢，现在这家公司中微公司先前呢是已经有在回告美国国防部，日前已经被从这个黑名单当中给移除了。好，可是问题是，《纽约时报》报道了，说现在呢，他们要对中国的晶片，而且是成熟制成的晶片，来进行301的调查。那如果呢是的话，现在美国生产的电子产品当中有2%，也就是呢将近60%的都是使用中国晶片。为什么？因为成熟制成晶片它根本就不是那么精密嘛，你可能就是用在汽车啦，用在洗衣机啦，用在电视机等等啊，那个东西基本上性价比那个才是重点啊。可是如果说呢，你不用价格比美国低将近1半这样子来考虑，他们说这个会让我们的美国晶片活不下去，所以必须要将它通通给赶出去。后续川普会如何来定夺这件事情？因为调查必须要半年之后嘛，那就得看川普他们是怎么样一个战略。但是如果全部都是反的话，这一位罗奇摩根士坦利的前亚洲区主席他就讲，你如果什么都反，你不要以为中方真的就没有东西可以反，人家其实有好几张的贸易战的王牌，包括了这个锡矿啊，关键的矿产稀土，还有什么？人家手上是有1兆美元的美债啊！哎呀，美国啊，你这样很多东西，其实你脖子上面也架着别人的刀啊！你真的以为什么都不是吗？而且呢，在邻国所谓的秘鲁、南美这边，人家现在已经开始跟上海通航了，首船呢航行23天之后就会抵达上海。而如果是真的，这个基本上他们两边的这个船只往返的非常频繁的话，那整个运费就会降下来。第一批呢900多吨的智利樱桃价格就会持续往下探。不止这样哦，还有蓝莓、还有酪梨、还有水果矿产这一些之后都会因为他们的成本降低而价格往下探。所以呢，大家就在讲拉美这边已经被中国抢到真空了。外交政策呢，他们就直接的问这个拉锯战略上面的差异，就因为人家是带来真正的资源，而对美国来说，同时间啊，你拜登去拜访秘鲁，你带来的是什么？你带来的是9架捐赠的黑鹰直升机。那当然啦，你是帮忙他打击毒品贩运嘛，可问题是人家真正需要的其实是财务上面的发展。对于美国跟中国2位都是大哥，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当然大哥帮忙都好，可是哪一个大哥才是对他有更多的注意？来看到的是泽伦斯基他怎么看这件事情。因为现在欧盟他就讲啦，说他们要在制裁跟俄罗斯有帮助他的这些国家，讲了谁？俄罗斯，讲了伊朗，讲了北韩，然后朝鲜要出兵嘛，本来要讲中国的，泽伦斯基说万万不可啊！现在呢，我们不要把它放在他们同一个水平上面，以后可能需要他的帮忙。泽伦斯基现在跟欧洲领袖对谈的时候讲了，欧洲需要统一而坚定的立场，因为美国川普回来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而且呢，还跟马克宏讨论了法国驻军的想法。现在呢，其实他们也曾经讨论过什么？维和部队，联合国维和部队要不要进来啊？等等等，反正不管怎么讲，马克龙告诉他，你们绝对是优先事项。好，可是呢，在英国这边，他们讲法是还没有看到普京准备进行谈判的迹象。那先前俄罗斯这里被说乌克兰暗杀了他们的中将等等等，说找到人了，破案了，是为了10万美元还有移民欧洲而去犯案的。但是这样子的一个你来我往，对于现在的俄乌战局会有影响吗？而川普的这个和平特使提名人呢，现在批评对俄罗斯全面暗杀，大家就讲了，说这个暗杀是不智之举，因为看起来很像在延长战事。乌克兰到底是要停求和，还是说呢，我还不想认输？就想要请教一下亮哥，你怎么样来看？我们先从美中之间的对尬来看起好了。美国要再下一城，现在是路由器违反了国家安全。那个 TP-Link 主要是用在家户跟中小企业。它2019年在美国的市占率只有10%，2024暴增到65%，所以你就知道它便宜到什么程度了啊！它的对手对台湾来讲就是 D-Link
那对美国就是 Cisco 跟 HP，那都比它要贵了。那美国那个大概是它的3、4倍的价格啊，差不多。所以美国要进也没有办法啦。这个反正它就是大家觉得性价比最好的路由器啦，因为便宜嘛，那当然你要用 Cisco、HP， 美国的大企业基本上都是用 Cisco 跟 HP 啦，所以这个影响到的就是比较没有钱的人。让学生几乎都是用 TP-Link， 我家里就用 TP-Link， 本来就是啊，便宜多了。我跟你讲 ，TP-Link 在台湾跟国际版还有分开啊，因为台湾的路由器也做得不错，是，可是它还是比你便宜，对，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美国没办法，你要自己选择嘛，就跟那个无人机一样啊，无人机它坚持要自己做，对，那价格是4到6倍，那你就去做吧，这个我是觉得。坦白说了，这个在川普时代根本不认为这个叫敏感科技了。川普时代真正他定义的敏感科技就是华为5G 嘛。我觉得拜登已经乱了套了啦。他现在就是什么东西都会联想到跟国家安全有关。是。那天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那个 Scott Rick。还说中国的大蒜，美国大蒜是用污水种出来的，不是用大便10万句，就是简直已经匪夷所思啊！他可能没有去过大陆了，还说什么有漂白嘛？反正啦，不管啦，反正我认为就是这个就是考验川普回来主政之后，他是不是要去过滤？因为目前中国大陆被制裁的科技项目有1412，川普卸任的时候是671，从671变成1412，快 double， 你就知道拜登加了多少东西了。那川普要不要来 review 这一块？我们静观其变了啊。那拉丁美洲，我认为这个美国是没有办法啦，因为美国没有基建能力嘛，而且像中国大陆去前海港盖的是人工智能港，它可以远端遥控，那这个美国就不能接受啦。美国就说这个就是间谍啊，又跟智能有关系，又跟智能有关，对。那可是这个会大幅的增加秘鲁那个港口的效率，是啊，比如说那个上下柜啦，速度会快很多啊。然后反正它就是卸货上货速度都会快很多，而且美国即将会感受到它的冲击啦。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货如果要去中国，那前海港是最近的啦。那未来你会用圣地亚哥出港吗？如果你去考虑到你上下货的时间，还有排程的那个船的航班啊，搞不好美国的圣地亚哥的货都会变少。这个冲击你会陆续看到了。目前你只看到它在南美洲集货，对，那周边的国家就逐渐把货弄到这边嘛，是。那它直接到上海只要23天，所以价格已经在下降了。所以，比如说中国大陆的樱桃现在价格就要下降了，因为就是智利嘛，智利去的啊。那我认为最终一定会冲击到圣地亚哥。OK， 好，原因是因为什么？他觉得它上面一点点而已嘛。那如果说下面的又新，然后又是智能港啊，然后呢，这个去的这个时间点23天，可能前后不知道差个1、2天这样子，那会不会到后来真的就被抢生意？差10天哦，差10天的话，会不会真的就被抢生意抢走了？这对美国又是一大利什么利空？请教委员。这个不只是差10天的问题，这个从距离来看，前海港啊，假如只是一个差10天。那急后啊，这还是要很大的压力。对，最重要的是，因为这个港的建成，所以它必须要有更多的配套。这个配套是基础建设，就是铁路跟公路的建设。这个对于整个的秘鲁跟整个周边国家的那个虹吸效应啊，那会不得了。所以这个是美国把就金人相中，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你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你可以想想，这个美国。拜登去送辉鹰直升机让你去扫毒，那问题是为什么它会变成个毒品输出的国家？穷国才是食品输出的国家嘛，富国才是毒品使用的国家嘛。那这个为什么？因为贫穷所以要收拾就变成了毒品了。为什么会贫穷？就是美国作为美国的邻居几十年下来的结果。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到中国是用前海港。那以前海港为中心进行的基础建设的开发，
那首带来的这样，它变成有钱有收入的国家，它不需要再靠贩毒嘛。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对比哦。所以美国永远是在解决一个看得到的掌声，政客的掌声，而不是看到了人家真正的需求是什么。第二个，我在这里可以大胆的预言，我一直在讲说，除了政治、经济、社会体制啊，将来会出现一球两制啊，一个地球两套制度啊，对不对？我认为连科技系统都会是一球两制哦。为什么？因为你不断的去封锁它嘛，那封锁它还是会存在嘛。可是全世界除了美国这个市场以外，还有其他的市场嘛，还有其他正在发展中的国家的市场嘛，还有其他南方国家的市场嘛。这些国家里面，当然它是买便宜的，而且好用的、物美价实的价廉的中国货嘛。那你美国的永远就只在你的所谓的圈里面去用贵，那是能撑多久我不知道嘛。就算你能够永远把它给封锁，将来世界上就出现两套的科技制度嘛。所以一球两制啊，不只是在西方的民主经济体制跟中国大陆的政经经济体制，将来是两套制度以外啊，连科技系统都会是一球两制。那这样子走下来的结果，是美国你要的吗？是美国你打算要的吗？所以美国只要不愿意诚恳的或者真实的去面对中国崛起所形成的实力的事实，而老是要用压制而不是去面对啊，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情境一定是会发生的。是，请教岳老师。我针对一球两制稍微分析一下哈。这个一球两制的话，里面那个制啊，是讲的制度的制，也是文化制度啊所形成的一个差距啊。就是大家要了解啊，首先我们现在讲啊，就是说美国动不动就以国家安全的为理由啊。连什么大蒜呢，将来迟早也要进大葱的了哈。就我们山东人不能到美国去了，没法吃了，因为我们吃饭经常吃大蒜。倒是大葱，就是然后那个毛宁讲的话非常好笑，他说大蒜做梦都没想到他对国家安全有威胁啊。那这个实在是我自己也觉得匪夷所思。但是你如果长期这样的禁制的结果的话呢，你确实出现一个差距，因为美国的影响力很大嘛，大概就是40多国所谓的发达国家，他们会跟着美国走的话呢，你现在加拿大也跟着美国走，所以说出现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中国的科技呢好不好呢？你都不知道，你完全不知道啊。像我家里就使用 TP-Link 嘛，就的确的，刚刚亮哥讲的也对，比较穷一点的人都基本上都用 TP-Link 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是，但是我现在啊，我要强调，这个都有记录的嘛，回去 YouTube 一看，亮哥有讲嘛，我当时心里为之一愣，你知道吗？就觉得说努力了大半辈子，只能用就居然穷人，因为明天就改成 Cisco 了，对不对？明天我才不换的，我跟你讲 ，TP-Link 好得很。好，我跟你讲哈，大家要了解南美洲的问题啊，是这样，实际上出现，我觉得哈，就这个真的是跟一球两制有关系了，因为美国本身的资本主义国家嘛，就是说，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我们长期来讲，我们对美国的印象就是所有你只要是人才，你就要在美国发展，否则你就不叫人才。在这种情况之下，南美洲情况最惨。大家要了解啊，西班牙人发现美洲的时候是南美洲好啊，北美洲他妈冷得要死，根本你看亮哥读书的地方根本都没法住啊，就是冷得个不得了啊，对不对？但大家都想尽办法要跑到什么阿根廷啦，什么 ABC 嘛，什么巴西啊，什么空气天气比较舒服嘛。那但是现在的话呢，我别的不要讲啊，自从前海港现在开发以后啊，我前一阵子啊听到大家讲说要吃好的牛肉要到韩国去，对不对？啊，那现在要吃好的牛肉啊，要到阿根廷去。对，现在阿根廷牛肉全部到中国去了。对，现在一斤啊，就是半斤，他们大陆的一斤就是500公克，就是10几块人民币啊。啊，那你现在要吃，都是动不动都是吃到饱。说句良心话，那现在那个智利的樱桃啦，啊，然后那个什么，然后这个相对而言的话呢，南美洲的情况是物产非常丰富的地方啊，所以说这个比亚迪的车子啊，新能源车啦，啊，所有的大陆的新车什么的啊，就是卖到南美洲的市场，这个里头就会形成。另外，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南美洲的国家全部酌情了，美国的这个是啊，从墨西哥以南一直到这个阿根廷的话呢。他们基本上的话都是以酌情为主。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呢？就是任何的国家要经营的时候，要照顾穷人嘛，啊，要照顾穷人的话，就是要采取社会平等。所以说这个一球两制的话，确实讲到文化，讲到制度。那大陆在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我自己觉得说，我觉得大陆是非常有前途的。为什么？因为南方国家有150几个国家。最近的话呢，大陆在联合国里面提出一个议案呢，就是说加沙走廊哈，不论怎么讲的话，应该立即停火。
158国，这188国就可以证明大陆的外交在联合国里面的实力，就是这个支持的力。是。啊，但是呢，如果说呢是在金融市场上面的话，昨天所有的人，晚上我看到很多朋友在吃宵夜的时候哀嚎啊，为什么啊？怎么会变这样子？突然之间重挫，道琼重挫1100点，已经连10日下跌，说是50年来首见。你会问发生什么事情？其实呢，就很简单一件事情，叫做 Fed 放鹰啦。因为呢，他们现在认为说有很多的政策在川普就任之后，很有可能会不一样，所以呢，之后到底会不会降息？他们呢可能是几次他们会砍半等等等，有这样讯息出来之后，开始股票反应出来了。那另一个部分呢，则是这个川普跟马斯克现在他们是反对临时支出法，因为每一次呢到快过年的时候就会讲说，那个预算什么没过怎么样啊？那是不是要再先给他们宽严等等等？他们就想问，为什么每一年都要这样子？那不能先把事情都做好来吗？所以现在一个爽法是，有可能耶诞节美国政府会关门。那这一些呢，如果真的是这么干的话，那就跟以前来讲的话是完全的不一样了。现在呢，马斯克之后可能会来参加一个效率委员会嘛，会主持这个委员会。可是呢，《纽约时报》告诉你说，会不会现在要被算账了？原因是因为你跟 SpaceX 呢被美国的联邦安全审查认为你们有违反国家安全，至少啦，你们跟外国的这一些领袖啊、领导人讲话，到底讲了什么？回来也没有说啊。前后算起来说有3项，那如果真的是你们违反了这一些规定的话，哇，那之后还有办法跟国家来合作，跟国防部来合作吗？而现在其实就美国来说，因为他们的预算等等的问题，很多他们希望民间能够跟国家一起来互相支持。SpaceX 呢也传出他们的太空任务当中有停电，曾经失去地面控制1个小时，说那个时候呢，现在被川普延揽要出任 NASA 署长的亿万富豪艾萨克曼还在这个船舰上面。而目前除了说确实嘛，这个马斯克他们的 SpaceX 就是现在在美国比较有能力的企业，以及在太空这边比较先进的一个企业之外，他们呢也开始在讲，因为美国想要再次的伟大，2个太空人都已经去那边快要9个月了，还不能回家。本来说应该可以回来了，没有，现在讲呢应该要再延1个月，到明年的3月底。那等于本来早就要回来了，要大家至少再待上10个月的时间。那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科技上面发生了一些小小的问题，还有待解决。但是反观，如果说呢真的是太空站的话，大陆现在也算是有了新的斩获，因为他们2名太空人呢，就创下了9个小时的太空漫步，打破美国的旧纪录。你会想要问，美国旧纪录是多久？美国的旧纪录呢是8个小时56分，它就是硬生生比它多了4分钟。但是在外头要走9个小时，其实也不是太容易的事情。现在呢，他们打下了这个太空纪录，当然某些层面上面也象征着中方呢在太空领域的发展。航天领域的发展现在又再下一城，而且他们的太空站呢，现在已经完成了一个梯形结构了。除了核心舱之外，还有2个实验舱，未来呢还会再继续扩充下去。CNN 就讲啦，说中国努力把自己打造成太空领域的主要参与者，因为现有的这个太空站呢，基本上慢慢的在淘汰当中，最后可能就只剩下天宫了。那会不会以后所有的人都要跟天宫合作？中方他就可以在上面说，我愿意跟谁合作，你要跟我合作，你要配合我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嘛？网友就讲啦，2个新闻看起来叫做没有比较，没有伤害。中国太空人在太空走9个小时，美国太空人在太空加班9个月，这句话听起来就很酸呐。其实呢，美国的好朋友日本，他们也努力的在太空领域发展。毕竟呢，他们也认为自己是一个强大的民族嘛。他们的名气 ，Space One 呢说继今年3月之后再度的发射火箭，但是又是再一次的失败，已经是9个月内的第2次了。
当然，他们现在呢要研究的方式呢，就是希望说能够这个火箭发射成功之后，可以跟美国还有其他的盟友一起来做更多的合作。那美国来说的话，他们则是希望跟北约一起来合作。他们的太空军作战部长就直接讲了，美国努力要建立一个北约机构的太空实力，最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团结力量大嘛。如果现在呢，我们自己没有办法靠一己之力的话，大家一起来努力，可以增加我们在太空的实力。反正左讲右讲，就是不要输给了中国。来请教一下亮哥，您会怎么看？我们先从经济层面上来看好了。昨天突然之间的一个下跌，你就看到这砰坠崖式的下落，很多人吓醒啊。我放运的意思是明年降息可能只有2次，对啊，砍半。那一般预期是至少3次以上嘛。那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判断？我觉得就是认为，川普本来因为他关税战是确定的，那可是他能不能让能源有效的降价，来冲销关税战引发的通膨？我觉得联准会认为会有时间差啊，就是你能源。你认为可以迅速把价格拉低吗？比如说现在是70，西德州原油，你可以立刻拉到60吗？恐怕不一定哦。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有时间差，那你那个通膨就会涨起来啊。是，那联准会对他来讲，通膨是药物之一啊。所以我觉得这里也意味着鲍威尔跟川普的判断不一样。因为他们讲得很委婉啊，他可能又想把它换了。新政府要上来了，那可能有一些状况我们必须调整。那事实上他指的就是关税战嘛，这个太明显了啦啊。那至于这个，你说 SpaceX， 我坦白说，这个也是拜登政府在临去秋波在整他啦。因为你马斯克就是个大嘴巴，因为我跟你讲 ，SpaceX 跟 NASA 签约对啊，有很多事情是不能讲的，他就是大嘴巴嘛，所以很容易在里面找到你是违反合约啦，你是不是泄密啦，违反国安啦，那我认为拜登就是在报仇嘛，反正马斯克你要撑到1月20号啦，他只要撑到1月20号就没事了啦，而且到时候 NASA 都换人了。换那个目前在空中那位，对不对？对，所以我觉得，我坦白讲，拜登留下蛮多坑给川普的啦。调缸那个对吧？太明显了啦。那个俄乌战争也是啊，那个长城的飞弹一大堆啦，所以增加这个川普未来处理问题的困难啊。这个其实我坦白说了，我也知道民主党在。这个秣马厉兵啊，就2年后一定让你跛脚，因为众议员其实差距也不大，那就是我2年内就严格监督你，是，那我认为川普一定出事的啦，因为他那些部长有的真是吓死人了啊，所以我说 TikTok， 川普无论如何要来保护 TikTok， 不然川普手上的媒体只有福斯跟 X 啊。你怎么去对付民主党的媒体啊？所以我Truth Social要跟 X 合并了，而且那个流量也很有限，就是 X 跟福斯 Fox Media 啊，所以 TikTok 坦白讲，川普可能会想办法去救，可是问题是 TikTok 的 deadline 是1月19号，对啊，所以如果最高法院不愿意停止那个行政命令，TikTok 可能会被禁几个月了，这个没有办法。可是川普上台之后就可以想办法救他这样。毕竟周受之夜已经进去里面吃饭了嘛，这个委屈，川普也说我都知道，你帮我赢了很多年轻选票，我对你很有好感。川普就是这样嘛，任性王。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继续说。好，我们来讲到美中之间的对尬，现在已经到太空上面去了。请教盛峰老师，是这个马斯克现在是代表美国现代科技实用化成功的一个典范了，但是呢，他Space成功基本上跟 NASA 的合作是很必然的，而 NASA 这时是已经在没落中了。对，就是说本来他是世界的王嘛，那现在已经不是，那完全被中国大陆赶过去了。所以网友的调侃是调侃得很对，说一个要加班呢，
这个9个月，还有一个呢是漫游9小时，是很讽刺。那美国当时在中国大陆在发展太空科技的时候，它是定下框框的，尤其是在定下的法律是不准跟中国大陆进行任何的合作。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连学生啊要有机会进 NASA 去工作什么都没有机会的，都完全封锁的情况下自己独立起来。所以美国应该看中国大陆航空科技的一个发展，就可以体会，你要是呢不要去封锁它，说不定今天它还跟美国必须要合作才能生产，才能够拥有的太空的环境。那你因为你封锁它，现在它一个独大。我的了解，假如没有错的话，就是在太空站里面呢，它用的标示是有中文的。那他们就抗议了，这怎么写中文？那奇怪，看不懂。那我自己做的，我当然是你要用我的，那你就必须学我嘛，这是合理。就像你到美国去留学有没有？你有好好的学英文，不然你怎么办呢？是吧？所以这个里面就已经很成功的来展现在整个的太空科技上。所以美国的什么太空军啊，美国的什么等等，我认为都已经是有一点时不我与了。尤其今天的创造力跟成本，同样的一个火箭的发射，中国大陆所花的成本，跟你美国发射一个所发射的成本，那相差有多少啊？那从那个太空人在漫游9个月还不回来，你就知道他今天拉垮到什么程度。而整个中国大陆的太空站呢，这个梯形站就是整个的核心舱，还有这个什么这个实验舱都已经建构在，而且还不断的去扩张的情况下，美国在这里啊，我不是说急起直追，不是，我说从这里，请你看清一件事情，中美2个合作对美国是有利的，封锁中国的结果对中国不见得会受伤，但对美国绝对不是有利的。好，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请岳老师帮我们总结。好。节目最后，请岳老师帮我们总结。好，我主要是讲2点的哈。首先，第一个讲到拜登呢，拜登的话呢，在这个大选之前呢，好像是得了老人痴呆啊。然后呢，大选后的结果一公布以后，老人痴呆就好了啊，然后坏得不得了啊，用灵魂交换了啊，用灵魂交换了身体啊，他干了所有的坏事，真是罄竹难书，无法列举啊。然后对于乌克兰的话，给飞弹啊，给地雷啊，就是最恶毒的给飞弹打俄罗斯境内，然后给钱了，让他继续维持这个战争。连那个川普这个他根本不管别人，都觉得说这个太疯狂了，你知道，他就非常非常讨厌这事。那现在的话呢，就是对马斯克的话呢展开调查，这个拜登的话呢调查马斯克的话呢比特赦自己的儿子，2个是强烈对比，真的是强烈的对比。拜登这个比较好哦，不是他自己都知道谁好谁坏啊，对不对？他是非常害怕啊。那目前为止的话呢，就是所有的事情啊，你不要太认真了啊。目前为止每一件事情，所有有关于北约啊，要住的什么乌克兰什么的，都是假的啊。说很容易啊，真的做起来不可能的啊。因为到了川普一上来，这些人的话呢，川普一讲说我考虑退出北约，那就完蛋了啊。那另外讲到说是我另外强调一个重要的观念呢，就是有关于科技的发展啊，那个沃尔夫条款呢根本就没有用，因为我必须要再强调一遍，这个科学啊是检讨自然的秩序，这个自然的话呢是神创造的，我们人呢只有可能去发现，不可能去发明。